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这个世上有一种人被叫做老实人，他们做事本分，不耍心眼，不占便宜，答应的事一定做到，不是自己的东西绝不伸手。可奇怪的是，这样的老实人常常被说成是吃亏的。职场上晋升慢，生意场上赚得少，人际交往中还被当成好欺负的对象。于是很多人开始怀疑，老实是不是一种缺点，本分是不是一种无能。在《道德经》里面，老子早就看透了这件事。他说过一句话，看似在讲天地运行的道理，其实正是在为老实人撑腰。这句话就是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上天没有亲疏之分，却常常眷顾善良本分的人。你以为是吃亏的事，从天道的高度来看，可能恰恰是在保护你。你以为失去的东西，可能在替你挡掉更大的灾祸。老实人最大的特点是不愿意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取利益。别人走后门，他不走；别人偷工减料，他不偷；别人坑蒙拐骗，他不骗。看起来他少赚了很多，可他也因此避开了许多陷阱。那些靠捷径爬上去的人，哪一个不是战战兢兢，生怕有一天东窗事发？那些靠不正当手段发财的人，哪一个不是夜不能寐，生怕有一天被人揭穿？老实人虽然走得慢，可他走得稳，走得安心，每一步都踏踏实实踩在地上。经书里说，因果不虚，如影随形。一个人种下什么因，就会收获什么果。老实人不愿意种恶因，自然就不会收获恶果。那些投机取巧的人，看起来占了便宜，可他们种下的恶因迟早会成熟。到那个时候，再多的聪明也救不了他们。老实人的亏是明亏，投机者的亏是暗亏。明亏看得见，心里有数；暗亏看不见，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懂，吃亏其实有两种，一种是真吃亏，因为愚昧无知被人算计；另一种是假吃亏，因为守住底线而暂时损失了一些利益。老实人常常经历的是后一种，他们不是傻，不是笨，而是选择了不违背自己的良心。这种选择在世俗的眼光里是吃亏，在因果的法则里却是重福。老子还说了一句话，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。最直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是弯的，最巧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是笨的。老实人就是这种大巧若拙的人，他们不显山不露水，不争不抢，可他们的内心比谁都清楚。他们知道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做的。他们知道短暂的得失不重要，长久的安稳才重要。这种智慧不是那些整天算计的人能懂的。道德经里还有一句话，更能说明老实人的处境。老子说，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正因为你不去争，所以天下没有人能跟你争。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，可仔细想想，道理极深。那些整天争来争去的人，表面上很风光，实际上活得很累。他们要时刻提防别人超过自己，要时刻算计怎么把别人踩下去，要时刻担心自己拥有的东西被别人夺走。他们的心从来没有一刻安宁。老实人不争不抢，别人争的时候他退一步，别人抢的时候他让一分。看起来他输了，可他的内心是平静的。这份平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佛家讲贪嗔痴是三毒，贪排在第一位。贪就是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不肯放。贪念重的人，心永远在饥渴状态，得到了还想得到更多，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。老实人贪念轻，容易满足。有一碗饭吃就觉得很好，有一张床睡就觉得足够。这种知足的心态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福报。经书里说，知足之人，虽卧地上，犹为安乐；不知足者，虽处天堂，亦不称意。
老实人在地上躺着也觉得安乐，因为他的心是满的。不知足的人在天堂里也不满意，因为他的心是空的。很多人觉得老实人吃亏，是因为他们用短浅的眼光看问题，只看眼前得失，不看长远因果，只看表面利益，不看内在心性。一个老实人可能一辈子没有大富大贵，可他的家庭往往是和睦的，他的身体往往是健康的，他的睡眠往往是安稳的。这些东西，那些整天算计的人未必拥有。一个贪官可能贪了上千万，可他每天提心吊胆，听到警笛声就心跳加速。这样的日子，给他1000万也不值得。老子说的不争，不是懦弱，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更高明的活法。不争不是什么都不要，而是不参与无意义的争夺，把精力放在自己该做的事情上，放在自己的修养上，放在自己的家庭上。不跟别人比，只跟自己比。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点，今年比去年提升一点点。这样的人不需要跟任何人争，他自然就在成长。而那些整天忙着跟别人争的人，看起来很忙，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。老实人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守得住底线。这个底线可能是诚信，可能是良心，可能是做人的原则。不管外界怎么变，不管别人怎么做，他们不会跟着学坏。这种坚守，在老子看来是最可贵的品质。道德经里说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，水滋养万物，却不跟万物争抢。水待在众人都不愿意待的低洼处，所以水最接近道。老实人就像水，他们不争不抢，愿意处在低位，愿意做那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。可正是这种品质，让他们接近了道，接近了天地间最根本的力量。水看起来很柔弱，可它能把石头滴穿。水看起来很顺从，可洪水来的时候，谁也挡不住。老实人也是一样，看起来好欺负，可他们的内心有强大的力量。这股力量来自于问心无愧，来自于坦坦荡荡，来自于不做亏心事的底气。一个不做亏心事的人，不怕鬼敲门。一个半夜敲门心不惊的人，才是最强大的。很多人为了利益放弃了底线，得到了利益却失去了自己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们面对自己的内心，那种空虚和不安是无法掩饰的。老实人虽然没得到那么多利益，可他们得到了自己。他们知道自己是清白的，是干净的，是没有对不起任何人的。这份清白比任何财富都珍贵。经书里说，守戒之人常得安稳。戒不是束缚，是保护。就像马路上的栏杆，看起来限制了你的自由，实际上保护了你的安全。老实人守住的那些底线，就是他们生命中的栏杆。不骗人，不害人，不占人便宜，这些看似吃亏的原则，其实是在保护他们不堕入更深的深渊。再回到最初的问题，老实人总吃亏吗？从表面上看，似乎是的。可如果你愿意把眼光放长远一点，放高一点，你就会发现，老实人吃的那些亏，很多都是假亏，很多都在暗中保护着他们。你被人骗了一次，你学会了分辨人心，下次不会再上当。这个亏保护了你未来更大的损失。你让了一次机会，你避免了一场恶性竞争，这个亏保护了你的平安。你少拿了一份钱，你守住了一份干净，这个亏保护了你的良心。每一份看似吃亏的选择背后，都可能藏着一份看不见的礼物。老子说的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，不是一句安慰人的空话，它是老子观察天地自然之后得出的结论。天地运行是有规律的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老实人种下的善因，一定会有善果。这个善果不一定是以金钱的形式出现，它可能是健康的身体，可能是孝顺的子女，可能是安稳的晚年，可能是内心的平静。这些都是金钱买不到的福报。如果你是一个老实人，如果你常常觉得自己吃亏，不必气馁，
不必怀疑。你吃的那份亏，可能正在替你挡掉你不知道的灾祸；你让出去的那份利，可能正在为你积累看不见的福德；你守住的那些底线，可能正在保护你走向更远的地方。不必羡慕那些投机取巧的人，他们走得快，不一定走得远；他们拿得多，不一定守得住。他们的房子可能更大，可他们的心可能更空；他们的存款可能更多，可他们的觉可能更少。你选择了一条更慢但更稳的路，这条路也许不那么耀眼，但它通向心安，通向安稳，通向真正属于你的幸福。如果你对老实人吃亏这个话题有自己的体会，或者你曾经因为坚守底线而经历过意想不到的转机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你的故事或许正是另一个人坚持下去的理由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